大家好，我是伊娃。鸡蛋是日常饮食中重要的蛋白质来源，更是烘焙里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原材料。今天我们来聊聊在德国鸡蛋的分类标准、蛋鸡的生活环境、鸡蛋的保存以及不同尺寸的鸡蛋在重量上到底差多少。在德国，鸡蛋上都印有这样的编码，编码由3部分组成。第一组是个位数字0到3，代表蛋鸡的生活环境；第二组由2位字母组成，代表鸡蛋产出的国家；第三组和我们消费者的关系不大，由一组序列数字组成，代表鸡蛋包装厂或养鸡场。首先，我们来看一下笼养鸡的生活环境。母鸡终生在铁笼中生活，没有或者只有非常窄小的活动空间，前面吃食，后面下蛋。尽管德国自2010年1月起已经禁止这种极度不人道的笼养方式，但所谓小群养殖仍然存在。目前仍有不到10%的德国蛋鸡生活在这种笼养形式中。该标准为12只母鸡共用1平方米的室内笼子空间。这种饲养方式要到2025年才会被全面禁止。市面上小群养殖的鸡蛋几乎找不到，所以我从没有看到过3开头的鸡蛋。但这种标准的鸡蛋会使用在加工食品中。和笼养鸡相比，谷仓养殖鸡也是一辈子生活在室内。这些母鸡住在一个巨大的谷仓中，要多一些活动场地。平均9只母鸡在谷仓中共用1平方米的空间，但拥有容纳超过20万只母鸡的谷仓鸡场并不少见。在德国，65%左右的鸡蛋出自这种养殖方式。散养鸡夜晚的生活环境和谷仓鸡相同，9只母鸡在谷仓中共用1平方米的空间，但母鸡白天必须可以接触到露天环境，最接近原生状态。每只鸡至少有4平方米的室外活动空间，其中大部分场地覆盖绿化。在寒冷的冬天，这种白天活动时间会减少，所以有些超市在冬季不提供散养鸡蛋。这类鸡蛋在市场上占15%左右的份额。有机养殖的标准非常严苛，谷仓中最多6只母鸡共用1平方米，总数不超过3000只。谷仓必须有日光照明，并有新鲜空气流通。在相邻的室外区域，它们可以自由地在外面活动、啄食、杀育和休息。大部分饲料来自有机农业，有机鸡蛋占市场份额约10%。我在柏林周边找到了一个散养鸡场，带大家参观一下。这个农场中有不少动物，周末会有家长带小孩来购买新鲜蔬菜等农产品，顺便接触一下农场动物。而夏天他家还有草莓园，可以摘草莓、尝草莓。到了6月份，我再带大家来。夏天来的时候，母鸡们都在室外，看上去都生活得很开心哦。这次冬天来，因为就要有新的小鸡孵出来了，部分母鸡就生活在室内，看起来空间也不是太拥挤。而在农场的另一边，还有一片移动式鸡棚，根据天气或草地情况转移。不怕冷的母鸡们就在这块场地上放风。这里可以现场看到鸡蛋是怎么按尺寸来包装的。这片农场还有一个小小的农贸店和一个咖啡店，售卖鸡蛋、蔬菜、自制蛋糕和咖啡。回到家，我们来实际测量一下不同尺寸鸡蛋的重量。我分别买了中号、大号和特大号，从外观上还是能看出区别的。接着我们来给它们称一下体重。中号带壳54克，大号带壳66克，特大号带壳75克。不带壳的重量分别为48克、57克、64克。有些大纲方子里面会注明要大号的鸡蛋，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需要增减多少蛋液了。
鸡蛋的食用期一般是生产后的28天，从第10天开始要进行冷藏保存。2周后的鸡蛋一定要煮熟食用。如果烹饪时要使用生鸡蛋，一定是越新鲜越好。新鲜的鸡蛋蛋黄是浑圆饱满的，而且会被蛋白高高托起。可以看到左边的鸡蛋比右边的要新鲜。以上就是我想和大家分享的生活小知识，希望大家以后多买有机蛋或散养蛋，健康快乐的蛋鸡也能带给我们健康的鸡蛋。同时，鸡蛋买回家也要及时冷藏保鲜。谢谢大家的陪伴，我们下个视频中再见喽。